这些是 K300 的配件，有2只话筒，一个遥控器，一根同轴电缆，一根模拟输入音频线，一根电源线，一本说明书，还有话筒和遥控器的电池。你刚才没听错，它确实配了一根同轴数字音频电缆，就是这个端口。你可以用它连接游戏机、光碟机还有电视机。这根 3.5 毫米的音频线连接这个端口，你可以用它连接手机、平板的耳机插孔，还有音频线路输出接口。这里还配置了一个 USB 的 A 口，用来连接 U 盘。它的第4个输入方式在这里，是蓝牙输入。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现在经历了72小时的连续保香，我有点好奇它的发热量到底大不大。这段时间的播放音量是总音量的1/3。我现在这里气温有21度，测量温度用这个福禄克的热像仪。其实整个机器的发热并不大，还没有我的体温高。最高的位置在电源按键这里，有 26.2 度。在正面可以看到喇叭的轮廓，这两边是高音喇叭，中间是中低音喇叭。顶部的发热还是要比侧面大一点，左边也是同样的。毫无疑问，背板是发热最大的地方，最热的地方还是在导向孔的里面，有 35.9 度。所以你在摆放的时候不用过多的考虑周围的物品，你可以放摆件、放书籍，只要保证它的后面有足够的空间散热就行。我发现 K300 的 K 歌功能还是有挺高的可玩性的。一般的 K 歌音响系统，你都需要在控制面板这里调节它的音乐音量、话筒音量，还有混响大小，要么就是用遥控器去控制它的参数。但是 K300 在连接话筒以后，会在 APP 里激活这个页面。控制面板的话筒音量跟 APP 里是联动的，混响大小跟 APP 里也是联动的，而且控制面板的音乐音量跟 APP 里也是可以联动的。不仅如此，遥控器上的话筒音量跟 APP 也是联动的，低音调节也是联动的，还有高音调节、混响调节。所以 K300 有3个控制终端，而且话筒的高低音调节可以衰减或者提升3个 dB。原本以为话筒开关下面的这个指示灯只是一个装饰，结果它还有别的功能。巨星音效、KTV 音效、专业音效、演讲音效、剧场音效、说唱音效、民谣音效、巨星音效。还有，你可以在 APP 里制造一些氛围。而且 K300 还可以帮你消除原音，我们听听效果。Don't be afraid, tell me you love me.
Give me the truth, not just what you like I always do for you. 我个人感觉 K300 的 K 歌音质还是不错的，但是通过网络视频你很难感受到现场的感觉，所以建议你自己去亲耳听一下。K300 的背后有2个小金标，这是它获得的有线和无线的 HiRes 认证。蓝牙连接以后，默认情况下2个小金标都是没有被点亮的，你需要切换到有线模式，那有线的小金标就会被点亮，包括模拟音频也是会被点亮的。对于蓝牙模式，你需要在蓝牙设置里面开启它的 LDAC 高品质编码，然后在 APP 里设置高清音频编码，选成 96K 采样，保存，你就可以点亮无线模式下的小金标，用最高的音频质量来播放。对了，它的音乐音量还有话筒音量是2个独立的通道， Don't be afraid. 即使把音乐的音量关到了最小，话筒的音量也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反过来，话筒的音量也不会干扰音乐的音量。K300 是一个一体式的桌面音箱，我觉得它用在户外还有房车里面也是挺适合的。对于普通的车内使用，其实配一个100瓦的逆变器就足够了。如果你想用直流给它供电，看完我下面的测试。这是一个交流整流模块，可以让交流电变成直流电。我把铡刀切换到这边，插座输出交流电，切换到这边，插座输出直流电。先测试交流。这个表显示电源插座的输入电压，我们观察电压还有电源指示灯，等它亮了，说明 K300 启动了。我慢慢往上增加电压，我们一起观察它什么时候启动。交流60伏 ，K300 可以启动。播放音乐，把音量开到最大。它在交流60伏的情况下可以启动工作，而且可以最大音量播放。直接把电压升高到交流250伏，播放音乐最大音量。250伏最大音量也可以正常工作。切换成直流电压，我慢慢抬高电源电压，看它的直流启动电压是多少。试探下来，直流75伏可以让 K300 启动。播放音乐最大音量。直流75伏也可以在最大音量下正常播放。现在我把交流电压抬高到250伏，它会对应一个直流电压。现在对应的直流电压是360伏，最大音量播放音乐。在这个电压下也能够正常播放，所以在户外或者房车，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供电设备或者电池，只要你能够提供交流60伏到250伏，或者直流75伏到360伏，你就可以直接给 K300 供电。刚才你可能注意到了，输入功率写的是75瓦，但是参数表上面它的峰值功率高低音都超过了120瓦。其实一个正常的音乐不可能高音、中音和低音都同时发出最大的功率。我把这个音乐用频谱来显示，你可以看到高音、中音和低音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所以在同一个时间不可能高中低音都发出最大的功率。我连接一个功率表给你看一下，最大音量播放的时候它的平均输入功率有多大。输入电压我们用正常的交流220伏，现在开机状态下的待机功率是 9.15 瓦。
给它关机，还不错，关机以后的待机功率只有 0.37 瓦。开机，最大音量，播放音乐。这段音乐播放的过程，最大的功率我看到只有40多瓦，大多数时间的平均功率都是在20多瓦或者30瓦，所以音箱背后标注的75瓦是完全足够这个音箱使用的，这跟峰值功率并不产生冲突。而且音箱的内部也有这样的储能电容，所以瞬间播放出大功率是靠它来提供的能量。K300 总共有3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这个珍珠黑、贝母白，还有一个木纹色，它们的表面都是这种皮革纹理的覆面，手摸起来也是皮革的触感。K300 的实际重量有 6.3 千克，宽度有340毫米，高度有205毫米，包含旋钮有215毫米，纵深有225毫米。现在验证一下它2个小金标的含金量。当它执行 Hi-Res 标准的时候，最高频率能够到40千赫兹。40千赫兹，人耳几乎是听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借助这个有 Hi-Res 认证的录音设备来抓取这个声音。这个插孔输出的是话筒的直出信号。喂，看示波器可以显示录到的声音。顺便说一下 ，K300 是可以同时连接2个手机的。现在我用这个手机来查看小金标的开启状态，还有切换输入通道，用这个手机来播放音乐。来看示波器，播放，有信号，停止，播放，停止，播放。波形暂停，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正弦波，频率是40千赫兹，那说明蓝牙通道是可以播放40千赫兹的。把 K300 切换成模拟音频输入，现在有线模式的小金标是点亮的，有线模式我们用模拟音频输入来验证。手机这边关掉蓝牙，从耳机插孔输入，注意观察示波器，播放，停止，播放，停止，播放，暂停波形。这也是一个完美的正弦波，频率40千赫兹。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但至少验证了它的频响范围执行了 Hi-Res 标准，高频播放确实可以达到40千赫兹。我现在正在测试的是模拟输入的最大输入极限，也就是这个 AUX 插孔的输入极限。整个测试过程 K300 的音量保持最大。这个黄色的波形是发送给 K300 的输入信号，这个青色的波形是录音机回路的信号。注意看这里还有这里，试探下来，输入峰峰值大于4伏会启动限幅器，也就是输出音量不会跟随输入音量一起变化。还有在输入峰峰值大于6伏的时候会出现薛顶失真，也就是输入信号超过了它的承受极限。不过当输入峰峰值在4伏的时候，把频率调到低音55赫兹，没有明显可见的失真；把频率调到高音20千赫兹，也没有明显可见的失真。
那现在的结论是，峰峰值4伏是 K300 可用的模拟输入极限。峰峰值4伏相当于正 5.22 dBu 的专业信号和正 3.01 dBV 的民用信号，所以正4 dBu 的专业线路输出和负10 dBV 的民用线路输出可以无脑的接入 K300。但是对于耳机孔的输出，你可以用示波器确认输出的峰峰值不超过4伏。现在我们测一下蓝牙还有模拟输入的音频延迟，最好用有线耳机来听，因为蓝牙耳机会有延迟叠加。记住，这根黑线过12点的时候会有滴滴滴答的声音，你可以自己去判断延迟的大小。先测试蓝牙连接，切换到模拟输入，最大声压级的测试，我们用蓝牙模式，然后音量给它开到最大，电脑端的音量也是把它开到最大。别忘了，这个声压计它的测量单位是 dBA， 40赫兹有72 dBA， 55赫兹有71 dBA， 125赫兹有97 dBA， 1000赫兹有110 dBA， 8000赫兹有90 dBA。看这张表，这是数据汇总。K300 的中音在1000赫兹能够超过100 dBA， 这是比较少见的。不过对于 K 歌来说，确实需要这么大的能量。完整的试听，保持音量最大。这个角度播放蓝牙输入，这个角度播放模拟输入。拆解我们从话筒还有遥控器开始。遥控器就是常见的单板遥控器，这是遥控器的主控芯片，一个单板结构，单面 PCB。话筒的网罩是金属的，铁的。话筒的拾音头是一个大口径的柱极体话筒。看它的背后是有孔的，它是一个指向性的柱极体话筒，而且有3根线，这是一个独立屏蔽层的柱极体话筒。
它会比2根线的那种有更好的抗干扰性能。这个电池仓的盖子还是比较厚的，有 1.6 毫米厚。看这里有一个凹槽，这个钢珠会卡在这个凹槽里，所以这个电池盖是不容易脱落的。这种用心的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电源开关是塑料的，这个指示灯其实也是一个按钮。整个话筒的外壳总共有 48.3 克，话筒的 PCB 结构不复杂，这里有一个 MCU， 型号是 FT32F030F， 这里还有一个小芯片是它的射频部分，型号是 KT0666M， 是一个无线的收发器。整体的结构不复杂，但集成度比较高，而且话筒的音质也还可以。K300 的主板供电是直流24伏，主板依然把所有的接口都用一个盒子做了空气密封。注意看这个细节，背板上面的这里还有这里都刮开了涂层，为的是和这个还有这个产生更好的电气连接。而且同轴接口这里还有一个金属的导电网，这些导电措施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接地，有更好的抗干扰性能。主板上面这个还有这个是功放，左右两边是高音功放，中间是低音功放。左边这个功放芯片的型号是5805，右边这个功放芯片也是5805。低音的功放芯片是 TAS5754M， 在低音功放的背面还做了一个散热片，高音功放靠的是2个大的焊锡来导热。看这2根棒子，还有这个芯片，背面对应的也还有这个芯片。这个是话筒的接收芯片，型号是 KT0655M， 背面的这个也是同样的芯片。然后在这里是蓝牙的天线和芯片，型号是 JL7016C6。 这个芯片上面加了一个这么大的散热片，它有很大的发热吗？我有点好奇它是干嘛用的。从这个角度看，它好像是一个模块。看，在这个散热片的下面是一个 SOC 模组，它的型号是 RK3308H1， 是一颗 A35 架构的 ARM 处理器。我们听到的那些现场音效、混响还有原音消除，就是这颗 SOC 实现的。其实我真的有点意外，没想到在一个音箱里面塞入了一颗ARM 架构的处理器。导向孔的接口部位有一圈密封垫，从这个接缝猜测，导向管是2瓣合在一起用超声波焊接的。导向管是2段式的结构，整个导向管的重量有183克。这个用料还是不错的，壁厚有3毫米，电源接口也没有偷懒，加了密封垫。看，这个是电源模块的固定孔，它的里面打了螺纹紧固胶，也就是说普通的震动是不会让这个螺丝松动的。有人可能会怀疑这块背板太轻太薄了，其实它并不轻，有674克，而且它也不薄，有2毫米的厚度。这块背板的材质铁的，它的这个电源模块和我拆过的其他型号一样，是相同的模块。它表面的这块铜皮是有效的屏蔽层，因为它和电源负极是相通的。
背面没有太多的元件，这个是它的电源主控芯片，这个是光电耦合器，这边是低压部分，这边是高压部分，这个是整流桥、MOS 管、变压器，变压器还是挺大的。刚才说电源负极跟这个铜箔是导通的，是因为这里有一根飞线连到了电源负极。这个控制面板的装饰盖是打胶镶嵌在木头里面的，4个脚垫的厚度是10毫米，这是一个硅胶的软垫。这个拆空以后的箱体剩余的重量还有2700克，这是3个旋钮的帽子，塑料材质，但是做工还是挺精致的。这是控制面板的 PCB， 这个是电源键，周围有6个 RGB 的 LED 灯，这个是蓝牙按键，这个是播放按键。这个是2寸的高音单元，实测它的阻抗是 6.5 欧，另外一个也是差不多的，有 6.6 欧。这个是1英寸的丝绢膜球顶高音，振膜非常的柔软，实测阻抗是 7.1 欧。另外一个也是一样的7欧。球顶高音的重量有78克，指盆高音的重量有139克。中低音喇叭的后面粘了一个吸音棉，标注的阻抗大概是4欧，实测阻抗是 4.9 欧，尺寸有 5.5 英寸，看它的音圈行程还是比较长的。中低音单元的重量有1548克，这个前面板还是挺重的，有218克。这个位置是红外遥控的接收器，在这里。这个前面板的厚度比较好测量，4个侧边我只能这样切一刀才能看得见。从这个声音可以判断它的密度还是比较均匀的。用这个尖锐物敲击以后，表面没有留下特别深的印记，能感觉到它的硬度还是比较大的。顶板的厚度有 15.8 毫米，底板的厚度也是 15.8 毫米，侧板也是 15.8， 另一边侧板也是 15.8，前面板的厚度 15.5 毫米，背板的厚度 13.3 毫米。这个测量结果可以看到，箱体的用料还是足够扎实的。我把这个电离辐射的检测仪靠近 K300 的这些配件，我们观察1分钟。开始。这段时间内测量数值并没有升高，可以证明 K300 的材料里面没有包含电离辐射的元素。好了，这就是漫步者 K300 的全部拆解和测试。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